风吹河北岸，花开向阳枝。打开《三国志》，先念定场诗。耶！哎，不来啦，不来啦！来一个，来一个！行了，过瘾得了啊！开心不开心啊？开心。好的啊，先串闲话，再说书啊。好，不能老说你。上一期说了于老师，我都觉得快不合适了。于老师是我们这儿好玩的人，其实我应该给他出本书，你知道吗？好的呀。就这些年，于老师啊，喜欢于老师啊。喝一回酒你就改变人生。于老师啊跟我不一样，知道吗？你看我们俩在一块儿有好几十年了吧，很多时候呢我其实还挺像我师傅，像侯先生的啊，尤其同志人什么的得要这个啊，好好的别闹啊。然后呢谦儿哥呢就很像他师傅，像石先生。你们是不了解石老爷子，他们爷俩一样，就是管你什么谁在跟前儿呢，多么庄重的场合，这句话我不说我就得死。他们家是这个风格，他就得闹啊，他开心就得。其实是很质朴很单纯啊。那天后台念叨不还说吗？我10几年前有一次，我跟于老师我们几个人好像是到四川有一活动，到四川印象很深啊。下了飞机然后上摆渡车，摆渡车呢到那个出口那还挺远啊，这车就开起来了。摆渡车我们就跟那站着，那车人特别多。突然间这车在那后边呢就有一个老大爷就喊上了，这是咱们河北唐山的人，一个老大爷就拍门，开匣子门，开匣子门，唐山人嘛，开匣子门，我孙女没上车。其实是因为人多，那孩子在车上，但是你得这么想啊，这个当爷爷的不得急坏了吗？对吧？啪啪拍那门呢，开匣子门，我孙女没上车呢。啊，喊着喊着就哪个旮旯，他那孙女啊，外孙女，对，是外孙女啊。一会儿那外孙女搭话了，老爷我在这儿呢。啊，就觉得这啊，大伙儿也都踏实了，孩子在了，老爷就放心了。这车还往前开，开到站，我们就等着下车吧。也不因为什么原因，这门没开，于老师啪啪的砸门，开匣子门。哎呀，你们是不知道他啊，完事洋洋得意的啊，我们几人乐得不行了。就这件事情，我们乐了好几年，所以到后来我们经常只要一上车，就老说这句话，啊，开匣子门，老爷我在这儿呢。来，干点正事吧。不行，你们一聊这个就没完没了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得这么想，整个德云社连演员在学员好几百人，其实每个人背后就这种故事很多。信着说这个真是的，比说三国还热闹，得说出八国来啊！1去2、3里，烟村4、5家，亭台6、7座，开书了。来什么一个？这个都没猜着。再来一遍。不行，再来就猜着了啊！这个接下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哈。是。好的啊，好的啊，等着我哪天开新节目啊！哎，我说一句，你们说一句啊。看谁累。那准得是我累呀，我得出主意啊！这一晃，这个三国快说1年了。我这个三国呢分成3块，叫一鱼3吃，啊，就是前3国、中3国、后3国。咱们这次呢，今年呢说的就是前3国，啊，您也看见都说到这儿了。之前我们编导还跟我商量，能说到哪儿啊？我说看心情吧，我这还没敢说的太细致，太细致，你看。说52回，刚说了桃园结义不合适，别着急，慢慢说啊。这不嘛，这个郭汾阳还没上学呢啊，我得拿着3国给他养活大了啊，也快上学了，7岁了。
过完年该上学了啊。这个郭汾阳挺好玩，郭汾阳，郭汾阳那天在家里边把我乐坏了。我们这老二啊，他其实说话还是挺有这个语言天赋的啊，终归还是有遗传吧，还是有啊。从小到大，经常是因为说话闹很多笑话。他唯一有一个记不住呢，就是记哥哥记不住，记谁都能记得了。啊，别的孩子记哥哥记得容易，在他这不好记，是因为我们家去的这个师兄弟太多，孩子们，你他家就一个哥哥这行，我那么些个徒弟，谁来了都叫哥哥，你有的不是总去呀。你说他从小2、3岁就开始对不上，所以说经常就是，但是来得说话呀，人来了进门打招呼，人走他得跟人说再见，所以经常就问，哪个哥哥这是啊？得跟他讲啊，这个胖子是大通哥哥。啊，这什么这个九郎哥哥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挨个记，有的能记住，有常去的能记住，不常去的记不住。包括最早的时候，那会儿才多大，2岁啊多一点，记郭麒麟。啊，他喊的，他开始他也是郭麒麟哥哥，后来家里就说你这个不用带上名字了啊，但是他不理解，他认为这来这么些个哥哥，怎么这个不能叫呢？后来就家里给讲，这个他是你亲哥哥，啊，他就问那怎么办？你就喊哥哥就行，啊，一点什么事儿，哎，你哥哥来了，或者你喊你哥过来吃饭，他就知道这是你哥哥。前4、5天，有一天晚上，那个王九龙上家去了。王九龙呢跟我们家沾亲，啊，王九龙的姥爷啊是我的舅舅，我们是这么一个关系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王九龙要论起来呢，是郭汾阳的表哥，是表哥。所以说在家里边说话呢，就觉着家里人也觉得表哥怎么也是沾亲戚呢，所以就告诉他，王九龙在那边坐着了，就告诉这个郭汾阳，就叫你哥过来。他就回头看了一眼，喊完回头又愣了一下啊，叫你哥过来，还特意指那个大高个那，叫你哥过来啊。郭汾阳压低了声音，他叫郭麒麟呐。啊，其实你要细琢磨，他那个逻辑是对的呀。这怎么是我哥呢？不郭麒麟吗？啊，他闹不过来这个。他小的时候特别小，那会儿你想，1岁多一点吧，差不多开始要学话了，说话。哎，那会儿他分东西大小的时候，你比如说玩具，大汽车、小汽车，他不会说大汽车、小汽车，但他有自己的一整套。他管这个特别大的这个车，他说这是车里边的爸爸。啊，小的那个呢是车里的孙子。哎，他现在呢，他有时候他的想法跟不一样。他淘宝上买东西，他自己看完之后，他知道买这个了，他会问你。啊，问几天到，但是他从来不会问人说这个事情需要几天，他是拿睡觉来问你，这个还需要几个觉，这再睡几个觉就来呀，这个你跟他说，他记得倍儿清楚啊，不能再说这菜说没完了，这就啊，改天给你们讲一个郭汾阳的专辑啊，他特别好玩，你知道吗？我再说一点啊。这个小的时候就都告诉他，就是走道啊，干嘛也好，留神别摔着。看他不理解，说你看要摔着的话，啪，不就摔坏了吗？啊，拿个东西是啪，明白了吗？4明不明白，就这样啊。然后有一次动物园啊，然后出去在外边，动物园的猴在树上，那会儿抱着他抬头看那猴，啪，啪，他那意思啪啪啪不就掉下来了吗？啊，啪。然后回家来呢，就那会儿对这个字他印象不是深，只要一摔下来就是啪。没多久就是，我们家有一亲戚叫张云雷啊，他管张云雷呢叫毛舅，是因为张云雷那会儿烫一黄毛，所以家里告诉他那黄毛舅舅，就他到今天他管他也叫毛舅。哎，毛舅最爱逗孩子了，知道吧？有段时间不是摔完了吗？摔完跟家那恢复的过程当中，他爱逗他，你过来，安迪你过来，小名叫安迪，有糖，他就跑过来了。跑过来之后呢，哎，打开一看没有糖，孩子就生气就走了。
这个呢招欠还追过去，在他后头有糖，你看看。郭汾阳都没回头，啪！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？你们是学坏了，一听要说龙争虎了，赶紧抢。其实我是想给你们留一逗的啊，然后咱们就逗着炖。都吃饭了吗？是啊。哎，今儿怎么说这么奇怪啊？往常一问，这一定有人说没吃啊，说明今天各位在一个状态上，挺好，谢谢吧，有你们各位支持的，这行还能往下干。其实来说，说书挺难的，要不像别的行业，因为我们这玩意儿不好骗啊。你要说4万人跳一个舞，这好弄，是吧？你找那旮旯呗，往后边站呗，是吧？找人挡点自己也就行了。10万个人唱歌也好干，张嘴就行，比唱歌比跳舞还好多。唯独说书一个人，我停3秒钟，观众都纳闷，怎么了这是啊？编不下去了吗？啊？这不是编的，这都是瞪眼瞎说啊！喜欢说书，那说书啊、说相声、唱戏啊，这我都挺爱的，因为我没有别的爱好，我就会这几样手艺啊。前些年德云社后台兴起来玩各种文玩，那会儿还行，参与，但是之后也就算了，没太大心气儿。文玩有人喜欢哈？啊，这都是花过钱的主啊。铁石镜说那盘个串啊什么的哈，玩个核桃，这玩核桃其实，曲艺界啊，什么这个说相声的啊、唱戏的，到处都爱这个啊。据说当年最早从乾隆皇上那会儿，他就揉核桃，攥着俩，这个不容易。为什么叫不容易呢？第一是得坚持下来，第二你手里这对核桃，踏踏实实的，得下点功夫去挑。啊，你之前有一朋友，也卖这个各种文玩啊、旧家具啊、石头板子，没有他不卖的，什么都卖。啊，有一回还问我那个，看你玩那核桃也挺好的。我说是啊，我说大伙儿都爱玩，说书的、唱戏、说相声都爱揉这个，揉这个呢活动呗，舒筋活血，时间长了呢能控制小脑萎缩，啊，所以说相声都爱揉这个啊，我们都爱这多少钱？我说多少钱都有。几千块钱也有，上万的、10几万的，据说也都有。他听了心里边了，过了些日子给我发微信说：“那个我回老家看了看，我们家有片地，我们种了不少啊，摘下来大概有这么2麻袋，这2麻袋你算算，你给50万得了啊。”我说50万不多呀，我说带别的不带呀？带什么呀？我说带你们家宅基地嘛啊。他不理解。怎么50万？我这好家伙，好几口的了。你说那一对儿不就卖好几万吗？我说废话，第一它得是野生的，啊，第二来说，人家一雇好些个人伺候这个核桃树，可能这一片山上这核桃这一年扒下来这些核桃，最后就挑出一对儿来。你这些人忙活一年了，这一对核桃要你5000块钱多吗？对不对？人吃马嚼的图什么呀？不是你想那个砸开了吃人那个还用找你买去是不是？因为他说这事儿闹的，装钱的箱子我都准备好了啊。我说你想多了啊，确实是，当年核桃还拿个尺得量多大个儿，如何。后来有这高科技，说能嫁接就算完了啊，人家有这手艺，一嫁接那核桃接完之后好那么大个儿啊，跟南国嫁接的，一嫁接就不灵了，要多大有多大，早先就行啊，搁在手里一掂量分量就知道真假，所以说就差着了。关键是呢，这个东西就怕多，一开始喜欢上之后，马上就要多买。我又买一对儿，我又买一个，买来买去，买多了你就盘不过来了，就没心气儿了啊，就都撂下了。你家里就趁一对儿，这就好办了，到死都得攥着它。当然，这个核桃也有做假的，07年我还买过一对假的呢，挺大狮子头，啊，搁手里盘着还挺带劲，挺高兴。
一摇晃，哗啦哗啦哗啦，呵，哎，很棒。有一天说话手一滑掉地上了，啪啦一下裂开了，我一看，好家伙，树脂的做的跟真的一样，他拿那真的倒的模子嘛。那会儿就是一个是这个手串，还有那个核桃，还有盘葫芦，就文玩类的东西呗。哎，当然有人说玩物丧志，这分怎么说？你看于老师就玩成那样了，也没丧志。战战青天不可欺，张飞喝断当阳桥。虽然不是好买卖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这个作诗啊，首先是得合辙押韵。比如刚才我说这4句，就哪儿也不挨哪儿。但是呢，如果不合辙押韵的话，就一定得让大伙儿开心啊！我看你们挺开心的倒是，唯一遗憾就是没接上下句是吧？稍微遗憾了。我不行，不能再来了，再来你就记住了啊！是不是已经会了不少了？我要努力了啊！再不努力就让你们追上我了。谢谢吧。这个有的时候特别想不说书，就跟你们纯聊天儿。平台不干啊，人家花钱不能录这个呀，挺开心啊。这个等以后吧，等我以后老了啊，找一小茶馆说书的时候，你们也去。哎，前排一看这几个老太太我都认识。到那会儿估计你们就不戴口罩了啊。我一瞧这几位，差不多能对得上你们啊。好起哄的是你们吧？哎，你们嘎嘎嘎一乐啊，掉得满地假牙。哎，有点意思。到时候说完书，咱们就可以出去吃饭去了啊！咱们吃串啊！好，还挺开心的啊。我什么时候能改了这个不爱跟人吃饭的毛病啊？我是佩服于老师，于老师可爱跟人吃饭了，在家里边也聚一帮人吃饭，我不行，我老觉得吃饭耽误功夫，我去外边都不认识，不爱去。我现在觉得我这人越来越不合群了，可能岁数大了啊。你包括这些年就好多演出，哎，还得问人家，卖票的呀，送票的呀，人家说了，我们单位内部我们还送了400张票，请您来，准不去。为什么呢？这送的票它乱，因为有的时候上哪儿演出去，人主办方提出来了，这个现场啊，比如800人，我们有100张票是我们送的，我就特别怵头，因为站台上我就知道谁那票没花钱。你看那搭下茬的玩手机带孩子满处跑那个，他没花钱，倒不是说非得让他花钱，他不花钱他不在乎，他就闹跟那耍。你说你耍完了是我说的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呢？所以说就不爱去，很少。古道荒山苦相争，黎民涂炭血飞红。灯照黄沙天地暗，耳听战鼓咚不隆咚咚。再来一什么呀？你们都没接上来啊！再来你们就记住了就啊！下回我再创作一个吧啊！为了你们提高我的文学水平啊！谢谢各位吧！又到了说书的时候了。我只有坐在这儿，我才觉得最踏实。你要非让我当个什么工程师啊、科学家呀，我老觉得不合适。当然也没人让我当科学家啊！我这辈子就是说书、唱戏、说相声的命。这3门手艺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干别的没有自信啊，真的。当会计，我要当会计，那个账说实在的，真的，我让你那个企业乱的不能再乱了。啊，你确实是干别的不行，你当运动员去，我这个体格也不灵啊，跑步那不成，我跟于老师跑不行，我可以，给他先灌点酒，然后跑步，那我可以，别的真不行，所以就好好的说相声，好好的说书，有您各位支持，后台呢有德云社的这各位演员们这么鼓励我们跟过日子似的。我觉得人生很美好。德云社演员大伙儿也都熟悉，现在有爱孙猴的，有爱八戒的，每个人有自己的粉丝，我觉得挺有意思啊。你要问我，反正是于老师啊、高峰，这都是跟我能玩到一块儿去的，我们辈分是一样的。
你剩下就是孩子们，老高、谦儿，这我们都狐朋狗友。于老师我是没少在节目里边介绍啊。今天我们那个经纪人进后台说，你看你昨天给录的那个特别好啊，发了一条说欢迎于老师入驻，哎，大伙儿不错的也都给他拍一个，这一天说有300多粉丝了。我说你再看看，哦，不是300多万了。我说300多就别干了就啊。我说我那个，他说你有1000多1400多。我说那不行，我说我给他录完了就300多万了哈，我今儿再录一个，我这不支持他来啊。你照这样有4、5天就赶上我了啊，挺好的。你看了吗？你看于老师之前很抵触这种新鲜事物，他这一玩上之后，那拦都拦不住了。他的人生会陷在短视频里边，不一样。你看他跟高峰俩人的区别就很大，高峰就是特别谨慎，什么事都特别谨慎。后台坐一帮人，我们大伙坐一块聊天，说包袱。你看高老师其实比谁的包袱都好玩，但他比谁声音都小，他老怕说完之后你们不乐，得多尴尬呀！哎，他就特别谨慎，他小声说，小声说我们也听得见呐。大伙有时就乐了，就好玩，你就通过小事看人。高峰高老师，这是天下没有这么爱相声的人了。你看这个下午给聋子科上课，他真行啊，一遍遍掰开揉碎的给你说，这贯口不对他给你背，孩子们还很感动。我说你们不用感动，没有你们他也这样背。教学生必须得有这样一个。下午来了，我们上课边下午聋子科，孩子们呼噜呼噜往那一坐，坐好，他在头里。我来了，我老在最后坐着，我且得看会儿他们了，看差不多了，我才上头里去跟大伙儿说说呀，聊会儿天什么的。前面就看高老师跟大伙儿一块儿又背又说，让人很感慨。高老师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，就这么一主。在家看电视，那是哪年呢？他媳妇儿也是坐旁边，电视有那个大蒜界的广告。哎呦，高峰哎，高峰，你看这大蒜街，我就爱看这个。高峰告诉他了啊，一会儿还重播呢。一般人家里不会这样的啊。他上德云社说相声，外边下大雨，他一进后台，他拿着2把雨伞。这一进后台也不是谁那把，就顺手递给他。他拿2把雨伞一进屋，高老师怎么拿2把雨伞呢？雨下大了。这都是他，是不是啊？哪天专门总结一个高老师的包袱集给你们念叨念叨啊！说书唱戏劝人方，3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不来了，不来了。来一个够吃的吗？要是不让你们接个下茬，我心里都过不去啊！是不是好开心？是。下次咱们用英语来接一下。等我先学去啊。谢谢各位吧。又到了说书的时候了啊！还要串闲话吗？要。哎呀，以后三国不三国的看来不重要。各位对三国没有什么兴趣，我看聊点德云社后台的奇闻异事，你们倒挺高兴。没有那么多奇闻异事啊，德云社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相声社团啊，这个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这都是您各位捧着我们才走到今天。当然了，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大伙儿互相磨合在这儿。这么些年来，这好几百人在一块儿。其实不好弄，为什么呢？宁带千军万马，不带10样杂耍。它就是什么呢？因为这行它需要脑子啊，所以说我老说我是后台一个人啊仨脑子，所以说天天跟这么些人在一块打交道，也确实不容易。万幸呢，这一晃10几年20年下来了，还很愉快，大伙儿都挺好的。我们这儿是聪明的真聪明，天真的也是真天真啊。你看我们有一叫李云天的，认识李云天吗？啊，李云天也是我徒弟，他自己本名呢叫李根，本名就是那会儿他在美国，在那儿
叫李根，后来这不回来了吗？回来说相声来了，啊，艺名叫李云天，啊，艺名叫李云天。说书的艺名呢叫李景琦，他跟我一样，三大兴趣，就是唱快板、说书、说相声。我是说书唱戏，说相声有点区别。他爱快板，特别爱夸叽夸叽，呵，也不怎么个没法啊。我是不爱，我打小就不爱这个。我记得，因为很小的时候，为什么说书说相声7、8岁、8、9岁开始？你看我很少接触快板，就是我姑姑，我家有一个姑姑啊，我姑姑跟我说，你别唱那玩意儿啊。我说怎么呢？伤气啊！老太太说唱那玩意儿伤气，她觉得打着板这么累，告我别唱那个。那会儿我没多大，所以就记住了呗。我姑姑不会害我呗，她告我伤气，我就记住了，就不唱这，从内心就抗拒这个。于谦老师也是，你看我们俩人啊，在快板里边有门户，我是王派快板的传人，他是高派快板的传人，我们这俩传人连一整段都唱不下来。啊，当然也不是说不会，这个呱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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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就打这板儿，我不知道你哪位业余爱好喜欢这个啊？你记住了，你张嘴唱那快板那词儿，那叫艺术；手里打的这叫技术。就在座的所有啊，只要有手，你就能打，他没有窍门。你一天打10个钟头，就比打8个钟头那打得好。你只要天天打，你就成了。但是你这嘴里边这一辈子，你未必能成得了，这是两回事。所以后台老先生也是，你看这台上金光5次打。后台有那老先生，哎呦，这应该调杂技团去。所以真熬成那个大家了，他就打几下，他剩下的这就这么端着，以嘴为主，偶尔想起来了，滴个大，滴个大，就干这个事，没有那个一唱啊，他不一样。但是你看个人偏好，李根就爱这个，还爱说书，就喜欢说书，啊，很努力。我那会儿管他叫李天真，他有时候那个事儿干得挺可气的。哎呦嚯，这时间太长了，说这不能再说了啊！不聊，不能再聊了啊！不能让李云天耽误我们书的进度。李云天是三国的忠实拥趸，知道吗？每期他都看完之后还摘好的，然后弄一小视频发朋友圈，天天赞美我。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你们没接上啊！就是下回你们注意吧啊！下回谁接上了，请你们吃饭去啊！哎，都没人识茬，这就叫不自信对自己啊！再来啊！下回谁接上谁跟我吃饭去？你们问我了吗？谢谢各位啊！其实我要是不吃饭不喝酒，光坐那聊天，我倒愿意。你要一说吃饭，我就出头了，啊，好吧啊，太开心了哈，跟你们各位在一块儿，因为你们都熟，关键是酒席宴前咱说好了，不能提定场诗的事儿。完事你们跟这来一个，那受不了这个啊。其实要是讲究酒席宴前，还是得跟谦儿哥在一块儿，啊，那是专业喝酒吃饭的，我顶多算个吃饭的票友。哎呀。那天我跟侯震聊天，我说应该把德云社有关吃饭的事情啊总结一下。就这帮人，好家伙，您是不知道说相声吃饭有多么的热闹。因为他每个人口味不一样，每个人要求不一样，而且这行人他可乐，你知道吗？你还别说相声这帮人，就那我那经纪人王海，你见过吧？见过啊，那就半拉美食家啊，生生是把我们给调教出来的。无论到哪儿去，他先提前去侦查一番，此地什么好吃，如何。哎，早上起得早，然后出去就买各种各样的。当然，他也知道我这个口味，有时候我们上外边去，我说你不用买贵的，就是当地特产咸菜小吃啊，咸白啊，就这个就挺高兴。他还准能找着，因为他是天津人，在天津他们家住河北区，我们家住虹桥区，这俩区挨着。按北京来说，过去就是类似宣武崇文这意思。所以我们离得近，口味差不多。他觉得能吃的，我准爱吃，这挺好。因为我们在
大理那年，我们做那个真人秀，在旁边那个院儿，那个王海他们几个人，他们可得意了。真人秀他们不能到现场来啊，就在那个院里边，他们几个人算过上日子了。王海、侯震这几个人，因为这个院他不能进呢。这院好家伙，屋里屋外挂了好几百个机器，每个角度都得拍，外人不能进，进来就穿帮了。所以他们就旁边那院，他们就行了。好家伙，天天赶集去。大理那边您想啊，他们也弄一背篓背着，跟当地那大爷大妈一样出去买去，回来做饭啊，能做的饭都做了，馅儿活呀、炖肉啊、熬鱼啊、蘑菇啊，都弄了，挺开心，挺好。哎，王海有回吃饭把我乐坏了，出去我们吃烤鸭，我不在哪儿我可忘了，演出也是，开始上各种菜，到最后上烤鸭，烤鸭摆好了。我在相声里边提过好几次烤鸭的吃法，咱就不细说了啊，那也不重要。反正都上完了，有那个小饼子啊，就是像马蹄烧饼似的空心的，拿那个夹，还上那个这么大小笼屉，笼屉里边蒸的饼，见过哈？这么大，里边有一摞饼，哎，王海那天不怎么食欲这么好，拿着饼卷鸭子吃，一卷一卷的，越吃越开心。他那天没喝酒，你往上喝酒他吃不了这么多。那天没喝酒，嘿，咔咔吃，几乎这一屉都他自己吃的。吃到最后这吃完之后，服务员，那个你们这饼有问题啊！这个因为这一摞饼应该是口感是一样的，上面还行，你最后这张饼吃的怎么这么难嚼，不好咽，是吧？服务员的态度跟你们差不多。这位先生，您吃的是我们那屉布，还是最后2张，最后一张饼跟那屉布卷在一块儿了，抹上东西。哎呀，我说你要这样能吃，以后吃什么的就蛋挞就不用在乎那个皮儿了啊。螃蟹这都能直接拿饼卷了就啊，行吧啊，下回请王海吃饭，咱们表演一下这个啊。我们俩都天津人，然后呢，最早在北京有一段时间我们挨着住，在大兴。我、王海、谦儿哥，我们仨曾经做过邻居。我住中间这套啊，旁边这就是王海，这边啊这边是王海，这边就是谦儿哥。那会儿老在一块儿，3家有时吃饭也在一块儿，还是很开心的。后来王海有一个儿子，生一儿子，我就爱逗他啊，我就逗他，喊我，你刚会说话，喊大的，不对啊，我就教他，我说你喊亲爸爸啊，逗他嘛。到现在这孩子以为这是标准的称呼，哎，一个北京长大孩子，说了半天，只要一回头看见我，亲爸爸。孩子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要用山东方言来说。说书唱戏劝人方，3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你们得等我拍完了你们再说啊。啊，那不行啊，拍一下要1下钱的啊。下次我一定在这儿我弄一个2维码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让你们过来扫码收费。行了，可以了，你们啊。哦，对了，进棚不让带手机哈。哎，这是个事儿啊。那我那2维码得搁到棚门口去。这样吧，这个下次交手机之前呢，都打开，我自己直接转账就得了。行，别起哄了你们啊！你也想不到的事情啊，现在好像没什么人身上带现金了，是吧？这从根本上就把小偷这个改偷手机了。好家伙！哎，这2口子，你说这个倒退些年，谁能想得到？是不是？那会儿我记得我们那会儿还刚出手机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。那会儿大哥大有得40岁往上了吧？你才见过，就这么大个的电话，叫大哥大，就买那一个玩意儿挺贵的，1-2万，买那号什么的也得花个1万是多少钱的？
我印象很深，就是应该是80年代吧，或者90年代初，可能有那玩意儿。吃饭的时候，要是有4个做生意的，这桌上得摆4个。他也未必打电话，他得显摆，人这儿搁一个，桌上都没地儿放菜了，都得有这跟真事儿似的。当时那会儿就不理解，你怎么没有电话线，他还能打通了呢？就那思维达不到。80年代那会儿，到后来这慢慢出了手机了，哎呦呵，各式各样的。我印象很深啊，就是我们那个比我们大一点的那个人家那会儿有做生意有点钱的，他买那个翻盖的，有印象吧？有。翻盖还得拽那个天线，不拽那天线信号不好。哎，有那几个哥们儿好可帅了，拿起来咵，先把盖一抖楞开，拿着牙咬这个天线，呲蹬开了。曾几何时啊，曾几何时，那会儿还要带那个 BB 机，BB 机我也带过啊。后来这东西也没有了。我印象很深，有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就怕 BB 机响，好容易有一座坐在那儿了，嘚嘚嘚，他响了，下车找一公共电话，给人回电话，回完电话再坐那儿，站那儿等公交车，再上车，一车人也没座了，下车接那电话也没什么正事儿。再后来慢慢的就越来越发达，就人人都用手机了，这挺好。这个人就是这样啊，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，这也是一个观念问题。咱不能因为说一个手机的出现破坏了通讯的传统，这不能这么说，说它是万恶的，不像话。因为世界是永远往前走的嘛。那以前说书也没想到坐在棚里说呀。你看清朝我们的老前辈，他什么时候知道有棚啊？对吧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要学会接受新鲜事物，说书也是如此。清朝的书怎么说，民国的书怎么说，今天的书怎么说？因为观众在成长，人家观众往前走了，你还觉得跟原来一样啊？我坐黄包车来的，啊，一掏怀里边还花铜子呢，那是一定是被时代的马车所淘汰。所以是这样的，也感谢您各位捧着我，咱们一起往前进。所以说这个说书呢，跟原来说也不一样。也不能纯是程式化的东西，纯是那玩意儿他听不了啊！那观众的脑子在这儿啊，您这还守在这家门口这点道，1亩3分地儿了，这东西势必会被淘汰的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没有什么可聊的了，聊会儿吧。聊什么聊着？刚说完了，手机取缔了小偷嘛。现在没有了。这年头钱包都很少有人在用了，我看。你们还有带钱包的吗？没有了啊，行，回家拿去吧，那会儿还有小包，里边装零钱、装钢镚的，存自行车5分钱，你这都已经不可能的事情了，是吧？坐。快坐。哎，好，受累了哈。哎，好嘞，得嘞。啊，这乱不乱呢？啊？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。药酒摧肠3杯醉，熏香惊梦5更寒。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。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，也难圆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，耶！行，咱们已经能够自己玩耍了啊，不用请幼儿园的阿姨看着咱们来了。哎呀，一定要珍惜三国，因为前3国快说完了。我这3国呀分3段，前3国、中3国、后3国。这前3国快接近尾声了，也挺快哈。我老觉着开书啊就在眼前似的。你瞧到这会儿了，
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呀。荏苒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啊，这位先生啊，时光荏苒就是说这一年过得快。这个你们以后听说那个本儿就记上了。很感慨，其实我是没想到我还有机会把三国录一遍啊，因为那会儿就想这玩意儿太累，也怕没人爱听。我没想到啊，这一年说下来你们还挺爱啊，这说明你们各位文学水平啊都抢到我头里去了。我要努力，要不然我就追不上你们了。再努力也不行，岁数在这儿了，趁着这会儿还脑子还清楚。再过些年估计就糊涂了，记不住了就。嗨，我看我那徒弟们一个个的那岁数，好家伙，蹭蹭的长。现在什么这李鹤彪这帮人，我一看这样一喊师傅，都觉得亏得很。一眨眼，这好家伙，鬓角也都见了白的了，那皱纹一道一道的，个顶个哈着腰师傅。好家伙，这几个大爷，我心说。我们这儿也有那个挺年轻的哈，但是确实有那显老的。你看那谁，那个李云杰，你们见过吧？见过。李云杰、李鹤东亲哥俩，李鹤东还行，哎，精精神神的。云杰就是他往捯饬就捯饬那么老性。这2年还好点了，还把头发烫烫了。前些年好家伙，大棉袄，恨不得免裆裤，骆驼儿的棉鞋。戴个鸭舌帽，口罩，大眼镜，围着围脖，好家伙！他有段时间，他就搬家之后，门口那会儿有段时间，街坊好几个老头早晨起来遛枣去，他们跟着一块儿活动腿儿，他跟着去。早晨5、6点钟，这帮人仗着天也凉呗，大棉袄、帽子，谁也认不出谁来。他跟那老头们在一块玩，人年轻的这60、7、8了都，那一大帮人里边有他。一点都看不出违和来，大伙儿聊得好着呢。有一次他感冒了，他有个4、5天早上起来没遛枣去，那几个老头上家找他来了，到门口啪啪一砸门：“老李，你没事儿吧？”这都真事儿。那年他跟李鹤东跟他弟弟哥俩坐公交车，哥俩一上车，人家站起一个来。那个得快40来岁了得，人家告诉李云杰大爷您坐这儿啊，你怎么弄？其实早先什么栾云平啊、陶阳啊都这样，陶阳才多大？他今年才24，好家伙，捯饬的跟那个退休老艺人似的。我那会儿就老说他，还说栾云平，栾云平也是，这2年稍微好一点了啊，栾云平捯饬有点呲儿啪那意思了啊。挺好，当然一人一活法。你就拿我来说吧，那当年做节目买的各种花衬衣啊、花背心呐、我也不做那种节目，根本也穿不上。我平时就是怎么简单怎么好啊，来大背心外边裹一外套，要是能穿布鞋，尽量穿布鞋舒服。那除了那个节目里边不合适，人家都捯饬着哈，溜光水滑的。所以说现在呢，这个那种节目不多了，这衣服也穿的少了。那些年你们翻翻视频去，我净那花褂子啊，穿不上了。哪天我拿出来把它送人得了。野草鲜花遍地愁，龙争虎斗几时休？抬头吴越楚，再看梁唐。说他不起，晋汉周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这句话后来让李云杰学走了。李云杰说相声，观众一说唱一个，他就说不来了，不来了啊。李大爷有这个啊。谢谢吧。我跟你们聊天的过程就感觉出来，好像德云社后台演员你们都熟悉似的啊。哦，这大姐每回都来啊。最喜欢谁呀？我喜欢栾云平啊，呵，有文化，有文化。这是栾云平的妹妹，是吧？
这就是个人缘的问题。一货找一主，盐碱地出拉拉鼓，是吧？你说这演员，你说这么不好那么不好，哎，也有人爱。做艺人没有办法，其实我们拼的就是个人缘问题。老先生那会儿就告诉我们了，有人缘就有饭缘。观众要爱看你，怎么都对；观众要不爱看你，怎么都不对。说你有天大的能耐不重要。所以这些年来，就承蒙您各位吧，这么鼓励，就维持着我这点人缘。当然我跟那小孩们比不了，小孩们长得好看，我顶多算是英俊。不要这样子啊！你们会让我很骄傲的，到时候啊。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这门艺术啊，就拿说书来说，其实很可怜。为什么呢？没人，一个说书，一个说单口相声，后继乏人。过去那个老前辈，我也跟他们聊过天，有一些个现在70来岁的先生们，我聊天，我说还有什么以前好的那些个单口相声，市面上没见着的吗？念叨念叨吧。70来岁这伐的老前辈跟我聊天啊，说不怕你笑话，那会儿是真有，但我们是真不爱学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他们年轻的时候，这个我问过好多人你包括什么范振钰先生，他们就那个岁数的70、80的，他们说那会儿都愿意说对儿的，俩人在台上，你看又说又乐的，挣的又多，非得是到了傍晚吃饭的时候才说单口相声。过去讲究计时收费嘛，进门的时候你几点来的，2点半进门，你坐这儿听会儿吧，听一会儿，哎，台上这个演员你不爱听了，你就出去了。出门的时候结账，10分钟2分钱，你等这不爱听的下去了，一会儿你又回来了。所以说那会儿真凭能耐呀！你说你一上去呼噜呼噜都走，你这是活是死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你再怎么好，到傍晚观众也得吃饭，演员也得吃饭呢。所以一到快傍晚的时候，后台一般都是那个德高望重的老前辈，去吧去吧，去吃饭去吧。他一个人上台，比如说5点来钟他就上去了，他得说单口相声。他这单口相声，第一是要等后台的人回来，第二得把观众摁住了，对口的摁不住，一听一乐人就走了。单口的有包袱有扣子，才能把观众摁住了。这帮人，哎呦，这太好玩了，坐这儿听吧，把吃饭这茬忘了。等到6点来钟，快7点了，那帮说相声的回来了，再把老头换下去。所以那会儿第一都是这个老头有能耐，每个园子都有这么2、3位。可是呢，这老头上的时候呢，那帮说相声出去喝酒去了，谁愿意学这个呀？所以他们后来跟我聊说，没办法，那会儿确实有几位老先生这么好那么好，好的不行了。他不好的话，你想一想，10分钟2分钱，人谁进来人不走了吗？可是我们那会儿不当回事儿，现在回头再想，没地儿学去了，这就很可惜了。这就是我们这行现在作品上有些东西接不上的原因，很遗憾了。所以说这20来年来，将近小30年，其实我找了好多老前辈，因为有的呢他会这一点，他会那点，然后往块传，有的传不上，每个人的说法又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是很艰辛，但是也有您各位支持吧。这个活虽说难干，也得终归是有人要干，是不是？谢谢您各位支持传统艺术啊！坐下聊，坐下聊，快坐。快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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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坐！你看他头一个坐下的因为就他最显眼儿，所有人都站着，他咕噔坐下了啊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《三国演义》接演前文。不来了，不来了。整个这一季都没把你们培养出来啊，我很惭愧。这个今天棚里来的人还挺多，比往常都多，挺高兴。这个今天录这1个钟头，你们得好好听啊，高兴啊！都给我带礼物来了吗？瞪眼说瞎话。哎呀，其实我还挺舍不得说完的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这三国呀，一鱼三吃，
什么叫一鱼三吃啊？一条鱼剁开了，前部三国、中部三国、后部三国，它是分成段落的。啊，今天咱们这个前部三国就是暂时会告一段落。饭好不怕晚，别着急，这个保不齐以后中部跟后部我还能卖一个好价钱呢。这前部三国马上要出书了啊，你们各位准备凑点零钱吧。好啊，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了？有你们真是我太开心了啊！我能干一辈子，我也不用有什么上进心了，会一段就天天咱们就玩这一段就得了呗。您忘了我是不能忘啊！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我叫啊耶！再来多少个我也叫郭德纲。谢谢吧，哎，您各位这么支持，这么鼓励，因为你们，我得好好干这行啊，我就不当什么金融家、科学家了啊。因为我也不识数，我干那个给人家行业也添乱，好好说书，好好说相声，好好唱戏就行了。兴趣爱好跟工作能合在一起，我就很知足了。这个三国要信着说呀，那也是没完没了的。但是呢，在说的过程当中，第一啊，要跟原文大差不差，因为要差就彻底差。我上文书你们听过现场的还有印象，三国还有一道弯，就是还有一种说法，就全是神话故事。从开始啊，哪个是什么猩猩下界，哪个是什么哪个古人转世投胎，从头到尾全是这个神话三国。哎，如果说那个，那就拦不住我了啊！那想怎么说怎么说，怎么都对。但是这个正说三国就不行了，还有《三国志》管着呢，还有《三国演义》，还有《资治通鉴》，还有这个历史的这些个正史的书籍，我们辅以野史的传闻，但是不能大差离格啊，让人笑话。当然了，那笑话那也拦不住你们。